中国古代诞生了400多位皇帝，有好的，有坏的，有少年登基称帝的，也有中年造反称帝的，还有白白捡了一个皇帝位子。死法呢更是千奇百怪，只有你想不到的，没有他们没有过的。有的在位长达几十年，也有的在位几个月、几天就草草结束了生命的。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寿命最短的10位皇帝。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，求观众老爷们点一个小小的赞。这就开始我们本期视频。第1位，秦王子婴，在位46天。公元前207年，秦二世3年9月，秦朝大宦官赵高逼杀秦二世胡亥。赵高达到了自己权力的最高峰，就想自己当皇帝。但是朝中文武大臣极力反对，一个宦官当皇帝，这对国家来说本身就是奇耻大辱。赵高迫于压力，选择了让子婴称秦王。毕竟那时候秦已经没有统治力了，再称皇帝就有问题了。在5天后，子婴诛杀赵高，灭其3族。子婴虽然有拯救秦国之心，但是秦国已经没救了。之后就是刘邦、项羽的先入关中者称王。子婴向刘邦投降后，秦朝就灭亡了。但是刘邦并未杀死子婴，换取了自己一个好名声。但在项羽入关之后，离开杀死子婴，纵火烧了秦宫，以解心头之恨。第2位，北魏帝元昭。他不光在位时间短，活的时间也短，年仅3岁，在位45天。这还要从他的前任皇帝元许的母亲胡太后讲起。元许在成年之后不满胡太后乱政，就想秘密杀掉胡太后，但因为泄密，他被胡太后反杀。胡太后先是立了自己的小女儿称帝，后来他感觉始终是纸包不住火，于是又把年仅3岁的元昭推了上去。后面就是尔朱荣进攻秦王，发动河阴之变，胡太后和元昭被投入奔涌的黄河之中，年仅3岁的元昭就这么没了。现在也是不承认元昭和胡太后的小女儿的，毕竟年纪小，时间短。第3位，朱玉玉，朱元璋的9世孙，在位40天。他这个皇帝也是被推上去的。隆武2年，清朝贝勒攻打福建，隆武帝朱玉建被秦殉国。唐王的朱玉玉和南明的部分官员逃到了广州，而在肇庆的朱由榔被有一部分南明势力推举为监国。同年的11月5号，朱玉玉按照兄终弟及的原则，在众大臣推举下称帝了。朱由榔听闻朱玉玉居然称帝了，自己也慌忙称帝，然后南明就进入了内乱。这俩倒霉蛋也不想想，明朝已经在死亡的边缘了，还为了皇帝的位置内战，此处开申点赞。清朝一看，这好家伙，等你们2个打得2败俱伤的时候我再来吧。然后朱玉玉在逃跑过程中被清朝擒获，在狱中的朱玉玉绝食反抗，最后自缢身亡，算是死得有气节了。第4位，天顺帝博尔之金阿速吉巴，在位30天。公元1328年7月初10，元泰定帝也孙铁木儿病逝，但丞相道拉沙就是不立太子阿速吉巴称帝。我就是不立皇帝就是玩，然后就飘了。同年8月，枢密院士钦察人铁木儿在大都发动政变，在元大都立了元武宗之子图铁木儿称帝，年号天历。这下彻底玩脱了。道拉沙听到这消息，再不把阿速吉巴立为皇帝，自己就地位不保了。在10月，在上都将阿速吉巴立为皇帝，然后这2位皇帝就和我们上面讲的那2位一样，又开始打仗了。2都之间战争爆发，刚开始双方是互有胜负，后来元大都占了上风，上都投降，阿速吉巴失踪。第5位就是明朝中原政权在位最短的朱常洛。他在万历10年出生，从小就得不到父爱，深陷党政国本的挺击案。在万历皇帝快嗝屁的时候，终于爱了这长子一次，把皇位传给了朱常洛。他想着这下能够大显身手了，拯救大明于水火之中。公元1620年8月28号继位，没过几天就生病了，结果被宫内的一群庸医搞得是生不如死，还被太监上的泻药搞得身体虚弱，记载一晚上要上30-40次厕所，之后又乱吃补药仙丹。1620年9月26号命丧红丸，在位29天人就没了。第6位是当了27天的皇帝，干了1000多件奇葩事的汉废帝刘贺。本来刘贺是昌邑王，汉昭帝驾崩之后，因为没有继承人，霍光害怕国家和自己的权力落到别人手上，就拉昌邑王到长安当了皇帝。霍光没想到这位皇帝远远比不上西汉的前几任皇帝，一天吃喝玩乐，正事儿不干，屁事儿一堆。霍光想着
不能让你这个重治浪费了我大汉的大好河山，就联合上官太后等人把刘贺给废掉，让昌邑王回到自己的封地，没啥性命之忧。之后霍光就立了汉武帝的曾孙刘询，即汉宣帝。第7位是生在南北朝最奇葩王朝北齐的高恒，在位就24天。公元576年，北周皇帝宇文邕率军亲征北齐，10万人马兵分3路大举进攻，是要把北齐亡国。北齐内部也已经腐败到了极点，能打仗的将领都被杀光了。北周军队是势如破竹，如洪水猛兽般奔流直下。北齐君王高纬为了推卸亡国的责任，把北齐皇位禅让给了自己的儿子高恒，自己为太上皇。北周军队攻破了北齐都城后，俘虏了高纬、高恒一家。之后这一家子投降北周，在577年10月被北周皇帝用谋反的罪名赐死了。第8位是北辽末代皇帝耶律述烈。北辽是在辽国灭亡前夕，辽兴宗耶律纯实在是找不到之前的皇帝了，然后自己就在北京称帝，建立了北辽。耶律述烈是耶律纯的曾孙，1123年10月被推上了帝位。之后北辽内乱，耶律述烈在兵荒马乱中被杀，在位仅有20天。北辽呢也就只存活了10几年。耶律纯出使北宋和金，希望取得和平。北宋和金国都是趁你病要你命的主，北辽军队面对数倍于自己的北宋军队取得了胜利，就这北宋都打不过。金国呢则是连战连捷，根本没有兴趣议和，然后北辽就在这内忧外患中被灭了。第9位是唐朝最悲催的皇帝，没有之一，在位仅仅10几天。唐少帝李仲茂，因为是宫女所生，一直不被重视。不被重视是好，能保住小命，但是他爹唐中宗李显就比较悲催了。先是自己的母后被废掉，自己再次称帝后又被自己的女儿和皇后毒杀。在李显被毒杀后，毒杀李显的韦后想着天下不可一日无君啊，就想到了不被重视的李仲茂被立为皇帝。当然也就是韦后的傀儡。之后就是神龙政变，李唐皇室内部的腥风血雨，李隆基和太平公主联手诛杀了韦后和安乐公主，李仲茂被废。后来李隆基赐死了太平公主，彻底掌握了李唐，李仲茂就稀里糊涂的人就没了。因为在位时间短，在新旧唐书中也很少记载。最后一位比起前面那是短的不能再短了，其他的至少是当了10几天、几十天皇帝，他是刚登上皇位就亡国了。金朝末代皇帝完颜成林，上午登基，下午死。公元1232年2月，金哀宗完颜守绪在完颜成林的保护下躲开蒙古追兵，去到蔡州。1234年，蒙古军队和南宋军队联合围攻蔡州。完颜守绪自知金朝大限已到，不愿意做亡国之君，就和完颜成林商量，要不你来做这皇帝。金史卷18本纪第18页上级百官，传位于东面元帅成林。成林故让，诏曰：朕所以复清者，岂得以哉？以机体肥重，不便鞍马驰突，卿平日皎洁有将略，万一得免，坐印不绝，此朕志也。完颜成林被这一通话打动了，才答应接手皇位。然后蒙古和南宋军队就攻入城里，刚继位的完颜成林出兵应战，身死殉国。这些短命的皇帝都是昙花一现，大部分都是自己本来并不想当皇帝，但被其他人给推上去了。那么大家对这些皇帝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想了解更多，记得点个关注，下期视频我们不见不散。